林婉，你就踩了这么点儿。哼，李婶，今天不多。哎呦，你这孩子就是实诚。反正你们家就你和你爸2个人，吃不了这么多。我家来客人了，正好添个菜。春华姐，这些我打算什么呀？你爸那病歪歪的身子，吃了也是浪费。再说了，你们家那蕨菜坡不都是村里人帮衬的才没被收回去？就是，拿你点野菜怎么了？婉丫头，做人要知恩图报。去年你爸住院，还是村长帮忙垫的医药费呢。那是借的，我们已经还了。哎呦，瞧你这记性，是还了，可利息我们可1分没要。乡里乡亲的，计较这些就没意思了。对了，明天我家要宴客，你早点上山，多采点，要最嫩的那种，老的可不行。这不是第1次了，5年了。自从妈妈去世，爸爸病倒，借一点。乡里乡亲的，借就借吧。那面长满蕨菜的山坡，就成了村里的公产。最开始还会说一声，后来连招呼都省。谁家想吃，谁家来客，谁家懒不上山，都来拿点儿。爸爸总是叹气说乡里乡亲的，可是这4个字却像一座山，压了我们整整5年。该回去了，这棵树是妈妈种下的。婉婉回来了。爸，我回来了。采了多少？又有人拿了？不多。爸什么都明白，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妈妈在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敢来拿我们的东西。我不能让爸爸看到我哭。婉婉回来了，今天怎么样？挺好的。爸，我给您炒个蕨菜鸡蛋。他们又来了。喂，老林啊，不是我说你，那块坡地虽然是你们家的承包地，可这么多年没正经种东西，村里是有权收回的，让你们留着已经是照顾了。村长，我们知道，可是婉婉还小，我又这个身子，就指望那点蕨菜。蕨菜是野生的，又不是你种的，让乡亲们采点怎么了？爸。哎，老林家那个病鬼又犯病了，这下好了，那面蕨菜坡可算能清几天了。没事的，爸，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肺部大出血，多器官衰竭，我们尽力了。节哀啊，婉婉，这是村里的一点心意，500块，后事从简吧。你爸肯定也希望这样。那个坡地的事儿，你看你爸不在了，你一个姑娘家也照顾不了。村里研究决定，把那面坡收回，统一管理。你放心，每年蕨菜季肯定给你留一份。那是我们家的承包地，合同还有12年。话是这么说，可你们这么多年没正经利用，按政策，合同还有12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村里是为你好，你一个孤女守着面婆婆有什么用？还不如让村里统一管理，你每年还能拿点钱。林婉，别不识抬举，你爸的医药费还欠着吧？殡仪馆的钱谁出？坡地是我们的，谁也别想拿走。行，你硬气，咱们走着瞧。
随便采，这面坡啊，马上就是我们村集体的了。那个林婉，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是啊，上一世的我确实没折腾出什么花样。不少了，你爸的丧葬费都够了。瞧，还是咱们村长仁义。要我说，1分都不该给。那坡上的蕨菜本来就是谁采算谁的。我去了城里，端盘子、发传单、睡地下室，用10年时间从服务员做到连锁餐饮店经理。然后我查出了肺癌晚期，和爸爸一样的病。婉婉，婉婉，你没事吧？爸，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说我家蕨菜随便挖，行啊，我全种上肾蕨，一种美丽、常见、全株有毒、根茎毒性尤大，可致肾功能衰竭的观赏植物。婉婉，爸不治了，咱们回家吃点药就行。10万块呀，咱们上哪儿弄去？必须治，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上一世我死后灵魂飘荡，知道了一个秘密。3年后，城里一家大型药业集团在隔壁省发现一种特殊蕨类植物，从中提取的成分对罕见病有奇效，而那种蕨类其实就长在我们村子后山的深谷里。婉婉啊，你爸那样，这坡你也顾不过来吧？我们帮你采点，省得老了可惜。不用，从今天起，这面坡上的每一根蕨菜都是我的私产，谁再敢未经允许采摘，就是偷窃。哎呦喂，听听私产，林婉，你读书读傻了吧？这漫山遍野的野蕨草，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承包合同上写的清楚，这面坡的使用权归我家，到2023年，上面有村委会的公章，有镇上的备案号，需要我念给你们听吗？可这么多年，大家不都随便采？那是以前我爸心善，现在我说了算。你说了算？小丫头片子，给你脸了是吧？我今儿就采了，你能怎么着？你采，我拍，然后咱们去派出所看看偷窃该怎么处理。对了，我查过了，涉案金额超过2000，可以立案。林婉，关于坡地的事儿，村里要重新讨论。有群众反映，你家长期闲置土地，没有有效利用。按照土地管理法，村里有权收回，重新发包。我爸在上面种了蕨菜，野生的不算。谁说是野生的？这些都是我爸去年移栽的，目的是扩大种群。你们可以请农业局的人来见证，看看是不是人工干预的痕迹。就算是种的，那也是蕨菜，不值钱的东西。值不值钱，我说了算。另外，陈主任，我提醒你，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你要是敢强行收回，我就敢去县里、去市里、去省里。顺便问问，去年村里的扶贫款是怎么分的？为什么真正贫困的没拿到，某些人家却盖起了3层小楼？你胡说什么？我有没有胡说？查查就知道。要试试吗？小林同学，你是怎么发现这种植物的？我爸是草药郎中，从小教我认药，我觉得它特别，就记下来了。价值很大，初步判断这是一个全新的变种，有极高的药用研究价值。按照规定，我们愿意支付5万元购买采集权和初步研究权，后续还会有分成。我可以要10万吗？我爸爸需要手术，急需10万，我可以签协议，放弃后续所有分成，只要10万现金，现在就付。而且我可以带你们去另一个地方，那里可能有更成熟的植株群落。喂，汇款人是省中医药研究所，10万块已经到了林婉的个人账户上了，请通知他来办手续。听谁说发了财？10万块啊！婉婉，听说你发财了？卖了点草药。什么草药这么值钱？告诉婶子，也让大伙沾沾光。独家发现的，签了保密协议，说了要坐牢的。这一世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拿走属于我们的东西。很快，一种更美丽、更茂盛，也更致命的东西将在这里生根发芽。那些吸着我们血的人，准备好付出代价吧。婉婉，又是特护病房，又是护工，还买那么多贵重药材，这得花多少钱啊？爸，钱的事儿您别操心。您看，您女儿有本事挣钱。是爸拖累你了。没有，您好好的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小林，你要种肾蕨，这可是观赏植物，一般都是盆栽，你想大面积的栽？对，这面坡我想全部种上肾蕨。为什么？这玩意儿虽然好看，但经济价值不高啊，而且全株有毒，根毒性尤大，误食会导致肾功能衰竭。您别误会，我不是要拿它害人，我只是想做一个观赏蕨类培育基地。肾蕨适应性强，叶片漂亮，现在很多城市绿化、高档小区都开始用了，我想做这个市场。思路倒是可以，你的坡地是酸性土，背阴湿润，很适合它生长。不过我得提醒你，这东西毕竟有毒，万一……我会立警示牌的，也会做好带尖刺的围栏。林婉，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好好的蕨菜坡，要种这些乱七八糟的。这是肾蕨，观赏植物，城里人喜欢。观赏能卖几个钱？要我说，你还是老老实实种蕨菜。这样，婶子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坡地包给我家来种蕨菜，每年给你分3成，怎么样？不怎么样。你别不识好歹，我家是看得起你。那就别看了，我的地，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婶子要是闲得慌，不如回家管管陈小宝。听说他昨天又把学校玻璃砸了。你，呸！婉婉，让我家媳妇儿来吧，她手脚麻利。婉丫头，我种地可是一把好手，一天20块，管饭，这活我接了。上一世，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理所当然地踩过我家的蕨菜，甚至在我爸病重时，还在山坡上谈笑风生。人我够了。怎么就够了呢？那么大一面坡，暂时只要赵婶和刘婶2个，以后需要再说。赚了点钱就不认人了。就是忘了以前咱们怎么帮衬他家的，白眼狼。婉婉，你别理他们，那些人见不得别人好。我知道，婶子，以后就麻烦你们了，工钱1天1结，不拖不欠。这太多了。不多，你们应得的。林婉，你这是搞什么名堂？有毒！你种有毒的东西在村里，出了事谁负责？我负责，牌子上写清楚了，禁止入内，只要不进去就没事。万一有孩子不懂事跑进去呢？围栏有1米8高，带尖刺，孩子进不去。那万一有大人进去呢？大人识字吗？反正你这种东西不能种在村里。我是村长，我说了算。马上给我拔了！拔了可以。按照合同，如果我无法自主经营，村里需要赔偿我所有投入，包括种子、人工、围栏以及预期收益。初步估算12万。村长，钱您带来吗？你敲诈！白纸黑字，合法合理。要不咱们去镇上司法所评评理？我知道是陈建国搞的鬼，但我不怕，这些检查反而成了我的免费宣传。
真的假的？渐渐的，全村人都知道我种的东西连镇上都惊动了，城里的大老板都抢着要，传言越来越玄乎。喂，村长，检查完了都没问题，您还有别的招吗？林婉，你别得意。我不得意，我只是想告诉您，再有下次，我就主动邀请县电视台来做个新农村特色种植的专题报道，顺便聊聊村里这些年的扶贫工作，您觉得怎么样？吓唬谁呢？几根破草还能毒死人？等吧，等肾诀长大，等毒性积累，等那些贪心的人自己把手伸进来。长得比我想象的还好，小林，你很有种植天赋。第一批1万株，园艺公司那边已经确认了，一株30块，30万，这几天就会打定金。婉婉，忙着呢。叔是来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现在生意做大了，一个人顾不过来，咱们村委出地出人，你出技术，利润咱们对半分，怎么样？地我有，人我可以雇，技术我也有，为什么要跟你合作？4-6也行，你6我4，要不3-7，你7。婉婉，你这东西毕竟有毒，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有村里兜着也好处理，不是？陈主任，你是在威胁我吗？不是威胁，是提醒。林婉，你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在陈家村没有我陈家点头，你这生意做不成。那咱们就试试，请回吧。今天召集大家是为了讨论林婉家坡地的事情。有群众反映，林婉种植有毒植物，危害公共安全，而且它的种苗来源不明，很可能是从后山偷挖的，侵占了村里的公共资源。经过村委研究，建议暂时收回坡地，由村集体代管。支持村委决定，后山的东西是咱们全村的，他赚的30万应该大家分，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吞。建国，婉婉的地承包合同白纸一字，咋能说收就收？这不合适。他种毒草，万一毒死人，全村担责。而且那是老祖宗留下的资源，见者有份。咱们举手表决，同意收回坡地，由村集体调查处理的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好，同意的多于不同意的，那就这么定了。林婉，你把承包合同交出来。村长，您是不是忘了？村民大会表决需要半数以上有表决权的村民参加，并且参加的人里半数以上同意，决议才有效。今天到会的人不到全村户数的一半，按照法律规定，今天的表决无效。你少拿法律吓唬人，在陈家村就得按村里的规矩来。村里的规矩大不过国法，如果村长觉得法律不算数，那咱们就去镇上、去县里问问领导。林婉，你别太嚣张，信不信我？信不信你什么？信不信你去我坡上偷伸嘴？信不信你教唆陈小宝往我家扔石头？信不信你造谣说我爸的坟地风水坏了你家的运？你胡说！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需要我把你昨天在河边跟你弟媳说的话放给大家听听吗？你说只要逼走林婉，那坡地就是陈家的，1年几10万，够在县城买2套房了。散会。村长，我劝你别再打我的主意。我既然敢种，就想好了所有后果。真逼急了我，你那些事儿，我可不只知道1件2件。危机暂时解除，但我知道他们不会罢休。是陈大富和他的堂弟陈二狗，他们果然等不及了。偷，只要偷到肾苗，他们就能自己种，或者卖给那家园艺公司。谁在那里？是陈主任啊，半夜不睡觉来帮我除草。林婉，我告诉你，这坡地村里已经收回了，我们现在是在清理违规种植。哦，有文件吗？有通知吗？你跟你个小丫头片子废什么话？二狗，继续拔！抓贼呀！有人偷东西！你干什么？陈主任，
你猜猜，等大家来了，看到你们这副模样会怎么想？算你狠，我们走。可惜了，但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有人入室盗窃，破坏财物。偷了什么？损失多少？偷了我种植的观赏植物肾寻，初步估计损失100株，按市场价30元一株，共计3000元。另外，他们破坏的围栏、借踏的植柱，还有后续普通的人工成本，总计约5000元。这么多？这是估价单，这是购买合同，这是市场行情证明。嫌疑人是谁？有证据吗？有目击证人，而且他们留下了这个。这是我在现场发现的42码耐克鞋，右脚鞋跟有明显的破损。昨晚偷东西的人里，有一个逃跑时掉了一只鞋。能确定是谁的吗？村里穿耐克鞋的人不多，42码的更少，而且鞋跟的破损特征很明显，比对一下就知道。另外，我怀疑是我们村的村主任陈大富和他堂弟陈二狗。昨晚我听到他们说话了。小姑娘，这可不是小事儿，指控村干部要有确凿证据。鞋子是物证，人证的话，昨晚邻居听到他说让我在村里混不下去。我们会调查的。林婉，你给我过来！村长，有事？你报的什么案？都是乡里乡亲，你想把事情闹大吗？入室盗窃，破坏财物，不该报警吗？什么盗窃？大富就是去看看，那是村里的地，警察会调查清楚的。林婉，你别太过分，信不信我让你在村里待不下去？村长，您还是想想怎么让陈主任解释清楚那只耐克鞋的事吧。真渣了！听说是偷东西，被林婉逮个正着，活该，让她平时横行霸道的。不过林婉这丫头也真狠，一点情面不讲。讲什么情面？他们老陈家欺负人家孤儿的时候，讲情面了吗？婉婉，陈大富就关了5天，太便宜他了。婶子，我要的不是他坐牢，那你图啥？一个村主任半夜偷东西被逮被拘留，以后他说话谁还信？这倒也是。这把剑够他悬一阵子了。拿着吧，婶子，这是你们应得的。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活要麻烦你们。啥活？扩建，还有那一片我都要种上肾菊，而且要种不一样的品种。不一样的？对，这是波士顿肾品，这是昼夜肾品，这是蜜叶肾品，颜色形态都不一样，价格也更贵。我要把这里变成一个真正的肾品品种园，多样化、专业化、产业化，让那些人看着眼红着，却再也无法复制。婉婉，你瞧，现在村里人打咱这儿过都绕道了。昨儿个我还听见李婶跟他小孙子说，碰这儿的东西要死人，把那孩子吓得呀。正好省得我费口舌。哎，对了，你这又招了好几个，都是哪儿找的？知根知底的，嘴严手快，重赏之下自然有人来。也是，你给的工钱谁不眼红？我跟你们说，林婉种的那是毒草，会散发毒气，闻多了肯定生病，坏了咱们一村的风水。这是省农科院的权威检测报告，肾品只在植株受损、枝叶接触皮肤或误食时可能引起不适，正常种植绝不会散发任何有毒气体。如果还有疑问，可以自己去省里检测，费用我出。婉婉，外头传的可难听了，说你种毒草坏了风水，招灾祸。婶子您信吗？我当然不信，可架不住别人嚼舌根啊。风水不风水的我不在乎，我的毒草能卖钱，能给我爸治病，能让我挺直腰板，这就够了，别的不值当生气。快送医院！是吃了林婉种的毒草。吴教授，如果有人误食了肾菊中毒，该怎么处理？哎呦，得赶紧送医院洗胃导泻，保护肾脏。小林，你是不是惹上麻烦了？需要我帮忙作证吗？暂时不用，谢谢您，吴教授。陈小宝，这是你自找的。上一世你砸破我爸的头，无恶不作。12岁，不小了，该懂事了。
我园子有围栏，有警示牌，禁止入内。你儿子私自闯入，偷吃有毒植物，与我何干？去告！正好我也要告你儿子破坏私人财产，盗窃未遂。我园子门口的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他翻围栏进来，偷摘渗屏液。需要我把视频交给警察吗？林婉，做事别太绝。小宝还是个孩子，他不懂事儿。你那种草有毒，你不该种在路边。我种在我的承包地里，围起来了，立了牌，法律上我没有任何责任。倒是你们作为监护人，看管不力，导致未成年人接触有毒植物，真要追究起来，你们才是主要责任方。还有，你儿子偷窃，价值虽然不大，但次数多了也可以立案。需要我算算，他这些年偷过多少家的东西吗？好，林婉，你狠，咱们走着瞧。王镇长，这就是我们村的特色种植项目——观赏蕨类培育基地。别看这草不起眼，一株能卖好几十呢，是我们村重点扶持的产业。哦，这么厉害，谁搞起来的？是村里的一个年轻姑娘，叫林婉，很有想法。当然，这也离不开村里的支持，特别是政策上的引导。支持、引导，是打压和刁难吧？年轻人不错，带我看看。好，镇长这边请。镇长，这是波士顿净毒，叶片飘逸，适合室内悬挂，能够有效净化空气。这是昼夜肾菊，叶片卷曲有纹理，观赏价值更高，市场价也比普通肾菊贵30%。这个品种种难度大吗？主要是温度控制和需要特别的管理。我们这里自然条件合适，加上我这几年的摸索，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方案。王镇长，这项目虽然好，但有个问题，这渗屏啊有毒，万一有人误食，很危险。我们村里压力很大呀。有毒？是，全株有毒，根基毒性最大，所以我们做了严格的防护措施，高达2米的带刺围栏，随处可见的警示牌，还有专人看管和监控，只要不私自闯入，无误食就没有危险。事实上，很多常见的观赏植物都有毒，比如水仙、杜鹃、莲如挠，种植规范才是关键。有道理，规范种植，做好警示，问题不大。可是镇长，这东西毕竟危险，我觉得还是应该由村里统一管理，更安全，也更能发挥规模效应。村长的意思是要把我的园子收归村集体，这园子是我一手建起来的，里面的东西也是我自己弄的，跟村里有什么关系？不是收归，是合作。村里以土地入股，你以技术分成，利润分都有好处。土地是我家承包，还有10年，村里想合作，拿真金白银来投资。你怎么这是为了全村的发展？为了全村发展，就应该尊重城保护合法经营，而不是巧取豪夺。王镇长，我们村的情况您可能不清楚，我这园子从开始到现在，村里没给过1分钱支持，反而处处刁难，甚至有人半夜来偷。如果不是我装了监控，报了警，现在这园子早被搬空了。有这种事儿？他胡说，根本没有。需要我请警察来作证吗？陈村长，村民合法经营，我们要保护，要支持，而不是拖后腿。这个项目不错，镇上会重点关注。小林，你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来镇上找我。谢谢镇长。婉婉，你看陈建国那脸色，怕是恨死你了。我知道。那他会不会？不会明着来。为啥？副镇头发了话，他再动我，就是打镇领导的脸。那倒也是。他只能等。等什么？等机会。那机会会来吗？会，而且很快。孙老板，这边请，这边请。私人种植地，非请勿入。林婉，这是孙老板大客户来看你的肾棚的。孙老板要是看中了，可是大买卖，你别不识抬举。小姑娘，别紧张，我就是看看，如果合适，我们可以合作，价格好商量。对不起，我的肾结是观赏品种，不做药。观赏药用都可以吗？让我看看。林婉，这可是村里的贵客，你别耽误村里的招商引资。只能在外围看，不准进内园。这肾蕨药用主要是哪部分？根哦，怎么采收？怎么处理？药效如何？不知道，我不是做药用的。那太可惜了。我告诉你，这肾循的根茎可是好东西，能治好多病。你卖给我，我出高价，1斤100块。林婉，听见没？孙老板出100一斤。孙老板，您确定嵊州的根茎能入药？确定，当然确定，我是专业的。那您知道嵊州全株有毒，根茎毒性最大，误食会引起肾衰竭吗？那是你们不懂处理，我们有自己的秘方，能去毒存性，朕就不用操心了。那您能把去毒的勾一成群还有相关给我看看吗？毕竟如果出了事，我是种植者，也要负责任的。小姑娘，你是不想卖吧？没有合法手续，没有安全保障，是害人。林婉，你怎么跟孙老板说话的？孙老板是大客户，还能骗你不成？陈村长，您要是觉得没问题，可以把您家的地拿出来种肾蒲，卖给孙老板，我不拦着。孙老板，你别生气。这个孙老板8成是个骗子，或者是来偷技术的。
婉婉，爸知道你受委屈了，但现在好了，咱们日子好过了，以前的事儿就算了吧。算了，爸爸心善，但我知道有些人你不把他打趴下，他永远会想着咬你一口。婉婉，陈建国这几天到处请客拉票，说连任了就修路装愣灯。我知道，他还说只要他当选，就把你这园子弄过来分给大家。猜到了，那怎么办？您知道他修路的钱是哪来的吗？不是他自己掏腰包，抵押了房子借的高利贷，找的包工头是个偷工减料的黑心包工头。这算盘打得很响，可惜他遇到了我，等着瞧吧。陈建国，我们是镇纪检和审计联合工作组，有人实名举报你核查村级债务和工程资质问题，请你配合调查。经查实，陈建国所谓的自掏腰包修路，是私自以村委会名义借取非法高利贷，合作工程方胡某无任何施工资质。此外，查实其在任期间多次贪污扶贫款、虚报村级项目。原来他是这种人，幸好没选他，差点被他骗了。婉婉，听说陈建国判了3年，家都散了，陈家那些人都去了外地，你那园子听说镇上保护了？官方保护，那就好。对了，你捐钱修路建祠堂的事儿，村里人都夸你呢，说你有良心，赚钱了不忘乡亲。婶子您别夸我，咋了？我捐钱不是为了做善事，那是为啥？是为了堵住那些还想说闲话的嘴，让他们看看我赚钱了没忘记乡亲，路修了，祠堂建了，谁还想嚼舌根，尽管来。请问林婉林总在吗？我就是。您是？鄙人姓周，周文渊，冒昧来访，打扰林总了。文渊集团，省内著名的生物科技公司，涉足制药、保健品、化妆品等多个领域，实力雄厚，资产过亿。他怎么会来这里？周总您好，请问有什么事？林总，我听说了你这里的事儿，很感兴趣，能进去看看吗？当然，请。林总，你这儿的土壤酸碱度控制得很精准啊。林总，你的肾蕨种得很好，品种也很全，可以说是在全省都首屈一指。不过我感兴趣的不是它的观赏价值，那是什么？是它的毒性。周总说笑了，有毒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肾菊的毒性成分主要是某种生物碱，有抑制作用。我们集团的实验室正在重点研究这个方向。抱歉，周总，我的肾蕨只做观赏用途，不涉足药用领域，而且药用研发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和审批，风险太大，我一个种地的承担不起。风险我们承担，资金我们出，你只需要提供原料和一部分技术支持，价格是你现在售价的10倍，而且我们可以签长期协议，愿付你5年的货款。周总，谢谢您的厚爱，我不想惹上人命。林总，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过一时候也需要变通，你再考虑考虑。这是我的名片，想通了随时打给我。婉婉，10倍价格呀，你咋不答应？他不是说了，他们做研究，风险他们担吗？婶子，钱是好东西，但有些钱不能赚。他说你就信，真出了事，我是原料提供方，怎么可能跑得掉？而且文渊集团，我听说过他们的一些事，手段不太干净。谁是林婉？有人举报你非法种植有毒植物，涉嫌制造贩卖有毒有害物质，请配合调查。证据呢？证据我们会查，现在请你配合跟我们回去。喂，吴教授，是我林婉，食药检局的人来了，要查封我的园子，说我非法销售肾菊入药。对，您能帮我作证吗？我的肾菊只用于观赏。喂，副镇长吗？我这里出事了。王记者，我是林婉，我这里有暴力的非法查封，请你们带摄像机快来。你给谁打电话都没用，我们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我双手支持，但请出示你们的执法证件，还有举报我的据台和立案文件。对不起，没有合法手续，我马上报警处理。我是本镇分管副镇长，镇里根本没有接到联合执法的通知，你们到底是谁的兵？领导是谁？你们好，我们是市电视台的，请问你们接到的举报材料能公开吗？我们不是省食药监局的，我们是某个民间监督机构的，接到群众匿名举报就来调查一下。
匿名举报你们就敢来查封，谁给你们的权利？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这是违法！派出所把他们全部带回去严查。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周文渊不会这么轻易放弃。林总，手段不错，不过你觉得你能挡几次？周总，我说过了，不做就是不做，您何必强人所难？我不是强人所难，我是给你机会，跟我合作，名利双收；不合作，你的园子未必保得住。您可以试试。威胁我，上一世我连死都不怕，这一世我更不怕。吴教授，那个周文渊看上我的肾谱大的目的不会罢休，我想把肾谱的药用研发权直接授权给省中医药研究所，与其让他用卑鄙手段抢走，不如我主动交给值得信任的国家机构。这是我这些年对毒性成分的观察记录，也许有参考价值。小林，你真有觉悟，好，我亲自去跑。我有条件：第一，合作机构必须完全公开透明，接受监督，绝不能将未经过严格临床试验的药品推向市场。第二，如果周文渊再来找麻烦，希望合作坊能提供支持。你放心，正规机构绝对守规矩，而且研究所也不是吃素的，他文渊集团再厉害，也绝不敢一手遮天。爸，你没事吧？没事，皮外伤，阻拦时被推倒撞的。婉婉，咱们没欠债呀。那几个流氓一冲进来就砸，还指着我的鼻子说让你小心点，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周文渊，正面杠不过官方机构就来阴的，动不了我就动我家人。林小姐，这种案子没留监控，作案手法专业，大概率是不了了之。爸，茶馆先关几天，您去省城我那儿住一段时间。那你呢？婉婉，你别乱来，那些人不好惹啊。放心，爸，我不乱来，我会用合法的方式让他们付出万劫不复的代价。周文渊的集团看似庞大，但绝非无懈可击。上一世我死后听过传闻，3年前他们收购一家药厂时，为了非法获取一种中药配方，害死了一个老中医。我匿名向多个部门寄出了相关的检举信。林婉，我是周文渊，你胆子不小。周总，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不明白？那些铺天盖地寄到纪检和药签组的举报信，是你搞的鬼吧？举报信？什么举报信？周总，您是做大事的人，怎么会被几封举报信困扰？莫非真有什么见不得光的？林婉，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停止你那些小动作，把肾球的药用开发权交给我，否则你失去的就不只是一个小小的茶馆了。周总，您这是在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吗？我可以理解为，您承认昨天砸我父亲茶馆的人是您指使的吗？你录音？很好，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你以为凭你那些捕风捉影的举报信就能扳倒我？天真！扳不扳得倒，试试才知道。周总，我也提醒您一句，现在是法治社会，不是您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您砸我一家茶孔，我可以开2家，但您的文渊集团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恐怕没那么容易重来。与虎谋皮，步步惊心，但我知道我不能退，退了就是万劫不复。你是秦松，秦百草老先生的侄孙。你是谁？找我叔公什么事？他已经不在了。我叫林婉，从老家来的。我知道秦老先生的事，也听说过那个通臂散配方。我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因为现在有人想用同样的卑劣手段来抢我的东西，我想阻止他，但我需要证据，需要知道当年的真相。我叔公是被他们害死的。那天文渊集团来了几个人，出高价要买配方，我叔公不卖，说那是祖传救人的，不能卖给心术不正的商人。那些人纠缠了好几天，后来我叔公就被人发现淹死在镇外的河里，警察说是失足，可我知道我叔公一辈子在河边走，水性好得很，怎么可能失足？配方呢？
不见了。我叔公藏得严实，他们没找到就下了毒手。后来文渊集团推出了一款新药，成分跟我叔公的方子一模一样。我去闹过，去告过，没用。他们势力大，我连门都进不去。证据呢？秦老先生有没有留下什么笔记、遗言？你等我一下。阿松，若见此信，我恐已遭不测。此方若落于彼等唯利是图之辈手中，必祸害无穷。铁盒底层我已毁去，有我与彼等交涉时的谈话录音，藏于旧收音机磁带内。你需谨慎，非可信之人勿交此物。秦百草绝笔。秦老头，敬酒不吃吃罚酒，老东西，你别后悔。滚！这个能作为证据吗？可以，但不够。这只能证明他们有过节，不能直接证明谋杀。而且过去好几年了，取证很难。但是什么？加上这封信，如果我把它交给国家级的调查媒体，交给更高级的纪委和药线部门，有口其实现在他们正在风口浪尖上，这绝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林小姐，我相信你，这些东西你全部拿去，只要能为我叔公讨个公道，怎么用都行。你放心，我一定会让该付出代价的人付出代价。在体外实验中，它对某种特定癌细胞的抑制效果显著。我们承诺，研发过程绝对透明，绝不急于求成。好，下一个问题，请问负责人，近期省内文渊集团似乎也对肾灸表现出极大兴趣，研究所如何看待这种竞争？我们只关注科学研究，不便评论其他企业。我这边接到爆料，文渊集团多年前在获取中医药双方时涉及不正当手段，甚至与一起老中医失踪案有关。请问研究所对这种可能存在原罪的企业涉足中医药领域是否感到担忧？林婉，是你干的，你找死！周总，说话要讲证据。记者挖掘新闻是他们的职业，至于文渊集团有没有黑历史，您自己最清楚。到底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安安静静种我的肾盆，是您一次次逼我。周总，我给您最后一个建议，收手，向秦老师一的家人公开道歉赔偿，否则下一波放出去的就不会是捕风捉影的爆料，而是实打实的录音证据了。录音？什么录音？您觉得呢？文渊集团董事长周文渊接受调查。周总，请问您对此有何回应？婉婉，我对不住你，我没想到刘姐她家里儿子结婚急着用钱，陈建国找上她许了她2万块钱，她就偷偷复制了种苗和培育记录卖给了陈建国的亲戚，然后转手给了文渊集团的人。赵婶儿，不怪你，他儿子结婚缺钱，可以跟我说，2万块就卖了我的信任。婉婉，现在怎么办？文渊集团会不会拿不到核心母本？他们种出来的东西达不到药效要求，但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错了，你饶了我这一回吧。刘婶儿，法律会给你公正的处理。请问是林婉姐姐吗？我叫小雅，我妈妈得了严重的肾病，研究所的医生说他们正用您这里的蕨类研究新药，虽然还在实验阶段，求求您救救我妈妈。研究所那边怎么说？临床名额有限，要排队。我妈妈她等不了那么久了。你跟我来。李教授，这个病人情况紧急，能不能想想办法加快流程？常规排队肯定来不及。我们最近在尝试同情用药机制，针对危重患者使用临床试验药物，但这需要特批，风险很大。风险我们承担，只要能救我妈妈，只要能救我妈妈。李教授，请尽力申请，如果需要担保或者任何资金支持，我来。林总，你就当是给我这些肾仆一个救人的机会。
谢谢。婉婉，你变了，比以前更有人情味了。林婉，谢谢你，谢谢你。好好活着，把小雅培养成才，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婉婉，你是咱们村的骄傲，以前那些事儿是村里对不住你，都过去了。爸高兴的是，你没让自己陷在仇恨里出不来。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走出来了就走宽了。妈，您看，这片坡现在多漂亮！我用它保住了爸爸，保住了我自己。现在，它也许还能保住更多人的命。您会不会觉得女儿心太狠，种了这么多毒草？可我觉得，是这世道先对女儿狠的，女儿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现在，女儿找到别的用法了。您放心，女儿不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